Sean，说真的，我每次听中文的时候，心里总有一种很诡异的挫败感。哦，怎么个诡异法？就是那种，我明明捕捉到了每一个音节，甚至能复述出你刚才说的几个词，但我完全不敢确定自己理解的对不对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开始慌，越慌就越想用力听，结果脑子直接死机，后面讲什么全丢了。这种不确定感其实非常正常，但我得告诉你，问题不在于你的词汇量，也不在于你的耳朵，那在于什么？在于你在用一种极其低效的方式处理信息。低效。你以为你是在听中文，其实你一直在做另一件事，什么事？你一直在盲目的猜，而且你几乎每一次都猜错了方向。大家好，我是慎。大家好，我是 Mo。上一集我们深入探讨了选择性听觉，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不是你听不到，而是你的大脑自动屏蔽了那些他认为不重要的声音。没错，大脑决定不听，耳朵再好使也没用。如果你还没看上一集，强烈建议先回去补课，那是理解听力底层的基石。顺便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个赞儿，再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在中文进阶的路上掉队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比听到更深一层的逻辑。还有下一层。就算你的大脑愿意听，就算每个词你都认识，你还是可能完全理解错。为什么？难道我听到的声音还会骗人？声音不会骗人，但你的预测机制。预测？听中文还需要预测吗？事实上，人类的大脑在处理语言时从来不是被动接收的，每一秒钟，你的大脑都在自动预测下一句，甚至下一个词会是什么。我完全没感觉到我在预测啊。因为这是潜意识里的后台运行。当你听母语时，这种预测准确率极高，所以你觉得听得很顺畅。但在听外语时，这种预测功能经常翻车，猜错了会怎么样？后果很严重。你会把对的声音强行理解成错的意思。听起来有点抽象，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？好，假设有人对你说：“我本来以为今天会下雨。”这句很简单。但如果你的大脑在听到一半时已经预设了今天肯定是晴天，他会带我去郊游这个前提，当你听到下雨这个词时，你的思维回路会突然卡住。没错，我会愣一下，心想：等等，他刚才说的是下雨还是不下雨？对，这一瞬间的卡顿，就是因为现实输入和你的心理预期发生了剧烈冲撞。所以我不是没听懂那个词，而是你走错了理解的方向，然后死在了掉头回来的路上。我们再看一个职场上的例子：开会时，老板说这个项目可能要延迟。如果我原本预期的是老板要发奖金，那我确实会听不进去。没错，你会开始在脑子里疯狂寻找理由，为什么延迟？是不是我做错了？是不是公司没钱了？我懂了，当我的脑子开始补剧情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离开听的现场了。这就是关键，你不是没听到，你是被自己脑补的剧情给带跑了。那为什么我的大脑总是猜错呢？难道它就不能乖乖等别人讲完？
再理解吗？很难，因为语言的流速太快了。等讲完再处理，你的内存根本不够用。通常有3个核心原因导致你预测失败。第一，你太被动了。被动。你总是抱着一种等对方说完，我再翻译的心态。我确实是这样，我怕漏掉任何一个词。但当你等待完整句子结束时，你的大脑已经错过了建立逻辑框架的最佳时机。这就好比你在看一场球赛，球都进门了，你才去猜谁会传球，那已经太慢了。第二，缺乏上下文 context。很多人听中文是断章取义的，如果你不知道大家在聊什么，大脑就只能开启乱猜模式。比如，突然听到一句，结果他走了。对，如果没有背景，这个走了是指离职了，还是去世了，还是离开房间了？你猜错任何一个方向，后面的对话就全成了天书。第三，缺乏语言模式。模式，你是指语法吗？不只是语法，更是思维的套路。中文里有大量的固定逻辑结构，如果你不熟悉这些套路，你每次听都要消耗巨大的脑力去重新拼图。你说的套路是指比如，虽然、但是、与其、不如，或者刚才说的本来以为、结果，这些结构本身就是预测的指路牌。那我要怎么改？总不能不让大脑猜吧？正相反，你要训练它更聪明的猜，不要再被动的接收声音，而要学会主动进攻。主动进攻，怎么做？第一个训练方法，强迫自己预测下一句。真的能预测出来吗？练习的时候，听到一个半句，先强迫自己停下来。停下来，问自己，下一句可能是什么？没错，比如有人说，我昨天去了一家餐厅，我会猜，他接下来可能说那里的菜很好吃，或者是那里的服务很差。哪怕你猜错了也没关系。重点在于，你的大脑已经处于激活状态，它在等待一个答案。当真正的答案揭晓时，无论对错，你的记忆深度都会翻倍。第二个方法，利用上下文建立预测边界。边界，在听之前，先明确现在的主题是什么。比如是聊工作，聊吃饭，还是聊旅行？对，一旦锁定了范围，就把你的预测限制在这个圈子里。如果在聊旅游，听到取消、延误、改签，你会反应极快；如果你还在想工作的事，听到这些词，你就会反应迟钝。第三个方法，抓逻辑套路，形成肌肉记忆。那个本来以为，没错，听到我本来以为，我脑子里立刻就得亮起一个红灯。注意，后面要反转了。接着就会听到结果，或者是谁知道。完全正确。一旦你掌握了这些套路，你就拥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你不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追赶声音，而是并肩前行，甚至提前在终点等他。我好像彻底明白了，以前我以为听力就是我接收，你发送。其实，听力是一场预测与修正的博弈。如果我预判了你的预判，我就能听懂；如果我预判错了，我的整个世界观都会在听的过程中崩塌。所以，请记住这句话：
你不是在听中文，你是在预测中文。这句话听着有点狠，但确实点到了我的痛处。狠一点，你才记得住。当你开始主动预测，那些模糊的音节就会像拼图一样自动归位。好了，如果这集内容让你有种原来如此的感觉，记得给我们一点支持。订阅、点赞、小铃铛，这3连不能少，因为下一集的内容会更扎心。下一集我们要聊聊为什么你练了很多听力，做了一堆题，但实际对话时还是原地踏步。听起来很残酷，但我已经准备好受教了。那我们下一集见。我这就去练习预测，先预测一下，老板明天会不会请客？那个，你还是别抱太大希望了，先练中文吧。